边看王者边听小说，苏哲王者荣耀，夜黑语著。第571章，善于学习。如果有需要可以。Prime 战队在选人全轮转过来之后，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做出了选择，思路非常清晰，完全没有受到神殿战队寒山选择花木兰的影响。而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现场观众也都是惊呼出声。苏烈、太乙真人，这阵容实在眼熟，5条命组合。解说芊芊也不由得大声说道，苏烈本身自带1条命，而太乙真人的大招能够复活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一名队友，2个人加起来一共是5条命，是当之无愧的5条命组合。Prime 战队可以说是开局就使出杀手锏，这2个人选得非常霸道。旁边子豪则道，而且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2个人的阵容应该是上一场 Quake 战队对阵 Prime 战队的时候，在第3局的时候使出的阵容吧。Prime 战队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准备利用 Quake 战队曾经使用过的阵容对付神殿？赛场上，神殿战队本身也是一头雾水。太乙真人和苏烈，这真的是上一场 Quake 战队的套路。打野将军沉声说道 ：“Prime 战队这是要闹哪样？准备用 Quake 战队的套路来对付我们吗？如果真的是 Quake 战队的套路，那么咱们必须得针对起来，因为 Quake 战队的那个大套路还是很强的，尤其是杨玉环，这个版本的杨玉环非常给力。小雅，要不然你把杨玉环拿掉，以选代ban。”寒山说道。由于不知道 Prime 战队会忽然打出这么一手，所以神殿战队这边在开局ban人的时候就没有ban掉杨玉环。现在眼看着 Prime 战队拿出了之前 Quake 战队的惊天大套路，神殿这边就有点慌。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中单法师小雅选择杨玉环，直接阻止掉 Prime 战队的套路成型。但这样一来，神殿自己的体系也就乱了。毕竟杨玉环不在他们之前的计划之内。小雅眯着眼睛，神态非常郁闷。这样一来，相当于直接被 Prime 战队反将一军。但仔细想来，神殿战队又真的没有针对杨玉环体系的合适方法。自从上一场比赛 Quake 战队打出这个杨玉环搭配苏烈、太乙真人的不要脸体系之后， KPL 各大战队其实就一直在寻找克制这套打法的办法，只可惜时间短任务重，这个套路到目前为止没有合适的针对办法。想到这里，小雅只能把心一横，好，我选杨玉环。马上就是神殿战队的选人，神殿战队这边立即做出了选择。小雅快速拿下了中单法师杨玉环，算是封锁了 Prime 战队的体系成型。而边路的 Mike 则老奸巨猾地拿下了刘邦，限制了这套体系中的另外一个核心人物。哇，神殿战队的反应非常快啊！看得出来，他们通过 Prime 战队的选人已经猜到了 Prime 战队的套路。Prime 战队的套路刚好就是上一场 Quake 战队选择的套路，杨玉环为核心，配搭太乙真人和苏烈的5条命组合，再加上刘邦的全图支援、赵云的伤害减免和控制，几乎是一个打不死的组合。芊芊感叹道，但现在神殿战队直接抢下了杨玉环和刘邦，这就让 Prime 战队头疼了。这套组合无法成型，他们又该怎么办呢？镜头给到 Prime 战队这边，在神殿战队抢下了杨玉环和刘邦之后， Prime 战队这边仍然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没有惊慌，所有人都非常冷静，尤其是队长苏哲，他的嘴角甚至挂着一抹微笑，仿佛神殿战队拿下了杨玉环并不是阻拦了 Prime 战队的计策，而是中了苏哲的圈套一样。呵呵，真的以为我们就这么善于学习，这么简单的将 Quake 战队的套路照搬出来吗？苏哲淡然一笑，立即指挥 Prime 战队进入了下一轮的选人。选人开始，中路的 Tiger 拿下的英雄是扁鹊，而打野的 Akon 则选择了雅典娜。我明白了，是不死鸟体系。神殿的辅助妖帝恍然大悟，
一拍大腿说道 ：“Prime 战队并没有准备完全照搬 Quake 战队的套路，他们把杨玉环这个核心换成了扁鹊，打的是一套不死鸟体系的套路。咱们应该拿的边路不该是刘邦，是哪吒。不死鸟套路靠的就是不死鸟之眼这件装备打恢复、打消耗战。现版本的制裁之刃和梦魇之牙虽然有克制回血的效果，但对不死鸟之眼的克制并不是100%的。扁鹊的恢复能力非常强，再加上太乙真人和苏烈原本就是2条命，这个套路下来，神殿战队打消耗战是肯定会输掉的。唯一的办法是自带制裁效果的哪吒，他的被动技能可以与制裁之刃叠加。可现在神殿战队这边的选人已经完成，2个边路，一个是花木兰，一个是刘邦，再选出一个哪吒来，难道要强行打野不成？虽然高端排位赛中有哪吒打野的情况，但职业赛场上哪吒毕竟不及一些节奏打野英雄。神殿的将军此时也是一脸茫然，无奈问道：“我该怎么办？”关键时刻还是寒山站了出来。将军，你是准备用花木兰打野，还是想用哪吒走边？啊！将军一愣，反问道：“队长，什么意思？”寒山道：“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咱们必须要出一个哪吒。你是用哪吒打野，我用花木兰走边，还是我用花木兰打野，你用哪吒走边？”高端对局锱铢必较，哪吒的被动对克制不死鸟体系非常重要。所以寒山几乎是毫不犹豫就敲定了下一个人选，哪吒必须要上。至于哪吒究竟是打野还是走边，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玩到神殿战队职业选手这个境界的每一个人都是赛场上的多面手，他们擅长的位置都不止一个。将军想了想，最后做出了决定：我用哪吒走边，队长你用花木兰打野吧。好，没问题。寒山点点头，之后开始最后2个选人。将军直接选择了哪吒，而辅助妖帝则选择了孙膑。这个版本的孙膑已经不多见，但孙膑的功能性却还是不弱，尤其是在神殿这种讲究配合的队伍之中，孙膑的一个大招至关重要。哪吒，看来神殿战队是针对 Prime 的扁鹊给出了哪吒。但现在一来，问题就出现了。Prime 战队中，将军选择了哪吒，寒山则选择了花木兰。哪吒和花木兰究竟是会去打野呢？子豪问道。芊芊摇头道：“这个还真的不好说。花木兰打野的速度不慢，但是哪吒打野同样很快。另外，花木兰肯定是寒山大神使用的，寒山最擅长的位置是在边路。这样推断的话，会不会是将军用哪吒打野呢？”说到这里，最后的一个选人位置已经确定了。Prime 长歌选择了橘右京。看到橘右京的一刻，神殿战队几个人都是一副早有预料的模样。橘右京的大招有回血的作用，正好配合扁鹊的不死鸟体系。这样一来，这场比赛 Prime 战队的意图已经足够明显。他们就是想要利用不死鸟体系和5条命组合，打出一个类似于 Quake 战队的龟缩战术，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套路。不让也得让。可以，好机会。回来。开始撤退。那算了。保护我方，貂蝉。哎，老子打半天给他打工。
这不很明显我很勇吗？原初之息爆发。纵使魔法遮蔽了眼睛，心灵依然指引着爱情。应该很明显，我比较勇。经济落后，先发育。对，就这样恶心他们。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我的梦境。技能已经好了。大招还未冷却。这不就是我操作的好机会？我以为他会马上回来的，马上回来的话就被我逮住了。这种清线守塔一定要从侧面进啊，不要从正面进。正面进火力扛不住，侧面你好出来。大招还未冷却。对，就这样恶心。纵使魔法没有续航的。漂亮。没人。发起进攻。23。发起进攻。后排啊，对呀。这不就打过了？1换3，血钻。有的打，有的打，都起来了。经济接近，稳住。超勇的火箭。星光化作翅膀，长久闪烁。死了。An enemy has been slain。没大。哇，太帅了！状态不好。推塔呀！大招还未冷却。打不了就推塔就行。请求集合，请求集合。真爱之路，从无坦途。发起进攻。打辅助就行。张飞只要没大，他就是个踏板。每一下你给他跳准，就不会担心被控。这种肉他就没有他关键性的技能就是跳板。
闪烁。集合，进攻暴君。走吧走吧。你一跃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我的梦境。技能还未冷却。请求集合。真爱没血了没血了，够了，从不坦途。把你赶开。小偷小摸的事情我可不做，待会儿必须正面击败你。请求集合。可以，这队友有意识，知道转线不急。就怕那种很吉祥的一波。遮蔽了眼睛，心里依然指引着爱情。An enemy has been slain.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好了，这手也不会玩。An enemy has been slain. 请求集合。You have slain an enemy. An enemy has 那都开不出来。你超勇的， killing spree. 你心态都搞不。暗闇で我以为你多屌。An ally has been slain. 哎呀，开始人身攻击了，有种别推， Victory. 有种我也得推。下三滥。